大婚当晚，我将合欢散涂抹在身上，只为了顶替姐姐嫁给国公府爷。楚家的女儿竟如此下作！下作，夫君，这只是刚开始。我重生了，回到了帝王给我与阿姐赐婚的那一日。瑟瑟，你这是怎么了？阿姐，真好，你还没变成那具瘦骨嶙峋的尸体，你也回来了。是啊，阿姐，前世你在国公府受尽折磨，阿爹被傅怀的战马踹死，阿娘含恨而终。这一世，我要跟你换婚。不行的，国公府是龙潭虎穴，二妹，你不能嫁过去。火坑？阿姐别担心，因为我是天生的坏种啊。我3岁用簪子戳伤了隔壁公子的眼睛，只因他偷窥娘亲沐浴。我5岁放火烧了戏园子，仅因我瞧见戏班子买卖孩童。10岁，我悄悄带人废了御史的孙子，谁让他当街调戏阿姐？我生来就非善茬，后来嫁了良人温生，夫家皆良善。可我在后宅活活无聊死。圣旨赐婚，不可更改。若不换婚，前世你惨死在那破地方的悲剧，还要再来一遍吗？可那是火坑啊！火坑，阿姐就依了我吧。前世你走后，我虽带人抄了傅家，但我那正派夫君温生非要公事公办，死活不让我亲手剥了那些人的皮，着实不爽快。这一次，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那温生太过耿直良善，整日就爱吟说对，附庸风雅，我已忍了他一辈子，此生再不想续前缘。他那种谦谦君子，与阿姐最合适，把他交给你，我放心。温家规矩多，但人不坏。阿姐只管做你的才女。虽然换了婚书，但到底是圣旨赐婚，以防事情闹到御前，我得先与傅怀生米煮成熟饭。温生是个君子，阿姐又含蓄，我不指望那边能成事，但我这边必须坐实婚事。国公爷傅怀边关有个红颜知己，府里还有个为虎为昌的妾室。更有意思的是，傅怀的姑母是德妃，保的是二皇子，而我爹是太子一等。心腹速速跨过去吧，莫误了吉时。哎呀，夫君，多亏了你，不然我今日可要闹笑话了。闻吧，这合欢散的味道，能让你这种刚愎自用的人也低头。夫人慢些。夫君，不必管我，你且先去招待宾客。好。先让你赢，再让你死，玩心术，我才是祖宗。二小姐都办好了，只要国公爷再次进屋，他今晚就别想离开。夫君，请。
夫君可真好看，与我想象中的一般无二。瞧，无论是怎样的男子，只要随口一夸，便分不清东南西北。夫人真香，夫人与旁人当真不同。这是沈如在招魂呢。前世他就是这样叫走了傅怀，让阿姐成了全京城的笑话。大概是去哄他的沈如了吧。男子就是博爱，房里房外皆是爱。那个，夫人，你昨日与楚大小姐上错了花轿，可眼下木已成舟，只能将错就错了。什么？竟有这种荒唐事？可皇上赐婚，如何能上错花轿？我还是走吧。夫人放心，我会对你负责。既已酿成大错，我会入宫面圣，严明一切。傅怀不爱我是真的，昨夜失控也是真的。爱是什么？摸不着看不见，但愧疚却是极好的武器。傅怀，你会一辈子活在对我的愧疚里。前世阿姐不仅在进门第一天遭了下马威，新婚夜被晾了一夜，次日敬茶也被傅家亲族刁难。可我不同，我干脆不去敬茶。楚思，你不去向母亲敬茶，在这搬东西想干什么？错嫁之事已成定局，我本不该嫁进国公府，这便带着嫁妆离开，还阿姐和国公爷一个清净。心腹这是作甚？有事好商量嘛。老夫人不怪罪我错过了敬茶礼，事已至此，只能将错就错了。你与阿怀已经圆房，名节大过天，岂能说走就走？国公爷，昨晚我并未认出是你。我从前只听闻温家公子是个正派君子，身边并无通房小妾。昨晚我误将国公爷认成了温公子，这才满心满眼皆是夫君。早知国公爷已有心上人，我又岂能横刀夺爱？夫人，我已禀明皇上，将错就错，你不必离开。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傅怀唯一的妻。早知夫君有2位心上人，我定当不会嫁过来。可如今我这个当正妻的，自当有容人的雅量。沈姑娘是战场上的红颜，玲珑姑娘是婆母的义女，你们2位才是夫君的心尖宠。夫君，外面风大，我们进屋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傅怀、沈如、玲珑，你们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小姑子尚未出阁，她虽不喜我，可她早就听闻了我外祖家乃天下首富，她惦记着我的嫁妆呢。不过无妨，我就怕傅老夫人和傅如烟不贪，有贪念才有弱点。听闻沈如妹妹与傅怀在边关生死相随，当真让人艳羡。玲珑又是傅怀的青梅，定是极得傅怀欢心的。不像我，原本我理应是傅怀的小姨子。夫人与我是正经夫妻，沈如与玲珑身份卑微，远不如你。往后这后宅还要劳烦夫人管理。傅怀，你看，你身上有我的印记了，你是我的人了。男人果然都是需要被驯服的畜生。国公爷，沈姨娘旧疾发作，恳请国公爷过去看看吧。沈妹妹曾在战场替夫君挡箭，这救急马虎不得。我这里有100年老山参，对陈年救急极好，夫君快带去给沈妹妹。夫人如此爱屋及乌，当真贤惠。夫人，国公爷交代说，这些皆是给夫人的。二小姐，一根假人参就换来这些宝贝，当真值了。反正沈姨娘是装病，也吃不出个好歹来。傅怀、沈如、玲珑，你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今日请二位妹妹过来，是想正式见见。往后咱们同在国公府，总要有个主次。沈妹妹与夫君有过命的国情，当初在边关为夫君挡箭，那是咱们全府的恩人。这套金头面是我压箱底的好东西，唯有妹妹才配得上。多谢夫人。夫人，玲珑随在老夫人身边多年，一向是打理府内事务的。如今沈姐姐立了功，玲珑自然欢喜。只是这规矩便是尊卑。沈妹妹是夫君的心尖宠，又是功臣。至于玲珑妹妹，你是婆母的义女，本就该多体谅府中的不容易，不是吗？我这个当正妻的，自当有容人的雅量。既然沈妹妹劳苦功高，夫君多疼些也是应该的。玲珑妹妹，你说是吧？夫人教训的是。二小姐，刚才玲珑姨娘回了院子，直接砸了一整套瓷器，还去老夫人那儿哭了一通。沈姨娘倒是得意，正带着那金头庙在园子里晃呢。沈如太傲，玲珑太贪，两个不安分的聚在一起，若不闹出点血光来，岂不是辜负了我这番安排？走吧，去迎迎夫君，今晚让他们闹得更热闹些。玲珑是个爱财的，沈如是个爱人的。当利益和男人的宠爱都被我拿来当鱼饵时，你们除了互相撕咬，别无选择。岳父、岳母，国公爷快请进啊！二妹，你老实告诉我，在那府里过得究竟如何？我听闻那傅怀宠妾灭妻，性格暴虐，前世对我更是从未有过好脸色。为何今日瞧着他竟对你如此不同？阿姐觉得他为何对我不同？我看他眼神不似作为，方才给你夹菜时，恨不得把眼珠子都粘在你身上。他是真的对你动了心？难道不是？动心？阿姐，你还是太天真了。因为他贱。二妹，你怎么能这么说国公爷？前世阿姐你对他掏心掏肺，凡事守礼，他觉得索然无庆，便去宠那个野路子的沈如。而我对他若即若离，让他觉得始终没能彻底得到我的心。男人这种东西，骨子里就是贱的。你越是表现的心里有别人，他越是要证明自己比那个人强。可这样下去，万一穿帮了怎么办？穿帮？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胜过他那个温家小舅子，怎么让我真正爱上他。这种游戏，我能陪他玩到死。阿姐，温生没有通房小妾，你只需主动些，日子定能过好。至于我，国公府欠咱们家的，我会一分不少的讨回来。国公爷，这是老夫人特意寻来的好酒，您尝尝。
在这屋里点了什么？国公爷，妾身只是想让您舒心些。下九流的手段，竟敢用到我身上！夫人，我甚是想你，我这……夫君离我远些。夫人，玲珑她竟对我下药，夫君身上沾染了那种不入流的气味，闻着让我恶心。我并未碰她，只是……我再怎么大度，也没法接受夫君身上沾染了其他女子的味道。今晚夫君还是去净房好好洗洗吧，洗不干净，莫要上我的床。好，窦漪夫人，我这就去沐浴，洗到夫人满意为止。去，给沈如透个信儿，就说国公爷被玲珑下了药，此时却在我房里急着沐浴清醒。是，奴婢这就去。沈如，听闻你是负怀为命，那今晚这出戏你可得看仔细了。贱蹄子！将军在边关时，我在他身边出生入死，你算个什么东西？竟敢动那种歪心思，下药勾引将军！沈如，你不过是个兵家女，这府里还轮不到你来动私刑。我是老夫人的义女，老夫人也救不了你这下作的货色！住手！都成何体统？将军，这女人竟敢对你下药，如儿这是替你教训她。沈妹妹，快收了鞭子吧。玲珑妹妹也是一时糊涂，你这般动武传出去，别人该说将军的家法不严了。玲珑，你下药在先，沈如，你动武在后，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规矩？夫君，沈妹妹也是心疼你，才会一时激愤，而玲珑妹妹想必已经知错了。沈妹妹身上有旧疾，禁不住杖法，还请婆母高抬贵手，就让她回房抄写经书，静静心吧。至于玲珑妹妹，不如就由我这个做姐姐的代为管教。还是夫人识大体，若非夫人求情，今日定不轻饶你们。两位妹妹，滋味如何？老夫人想让玲珑拿捏我，沈如想凭着情分独占她，我便让你们一个废了名声，一个丢了圣心，这戏才刚刚唱到精彩处。给婆母请安，儿媳来迟了，还请婆母恕罪。楚思，你这副浪荡样子，做给谁看？沈氏，主母面前岂容你口出恶言？婆母，你看看她，大婚才几日，就学那些狐媚手段勾引将军，她是正妻，竟连半点体面也不顾了吗？沈妹妹，我知你怨我昨夜留了夫君，可夫君他昨夜确实……贱人，我就知道你一直在装好人。
够了没有？将军，你护着他，你难道忘了我们曾经在战场上？够了，那是从前。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里还有半点温良？夫人处处为你求情，你却在这里羞辱她。夫君，别怪妹妹。沈姨娘，你定当顾全夫君的颜面。这里是国公府，不是边疆战场。若闹大了，传到宫里，受损的可是夫君的名声。听听夫人的话，沈如，滚回你的院子去。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出来。好。好一个傅怀，楚四，你这天生的坏种，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沈如，你说我是坏种，承蒙夸奖。比起你那无用的勤奋，我更喜欢看你生不如死。楚四，老夫人，您一向信任玲珑，可他却拿府里的银子去填他那个赌鬼哥哥的窟窿，整整3000两，都对不上账。玲珑，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干娘，我只有这么一个哥哥，我以后定会还上的。自今日起，玲珑关入柴房，这账本和钥匙。心思，你进门多日，也该学着操持家务了。儿媳定不负婆母信任，定会将这窟窿补上，让府里规矩起来。楚四，你别得意太早，玲珑倒了，下一个就是你。多谢沈姨娘帮我拿下了掌家权，若非你今日闹这一场，婆母还舍不得把这钥匙交给我。你这贱人，你一直在利用我！沈妹妹，在这后宅，不动脑子的下场就跟玲珑一样。你想让将军知道你的功劳，可在他眼里，你只是个只会翻旧账、破坏府内安宁的妒妇罢了。沈如，这就是你我的区别。你想要傅怀的人，而我想要的是这整座国姑府的命。婆母莫要忧心，玲珑妹妹虽然犯了错，但夫君身边总不能没个人伺候。儿媳想着，不如给夫君再纳2房美妾吧。楚家不愧世代出大儒，楚家养出来的女儿就是识大体呀。夫君如今膝下无子，纳妾也是为了开枝散叶，这选人的事，儿媳定会好好把关。老太婆，你无非是想挑起我跟沈如的斗争，既然你想看戏，我便把这台子搭得更宏大些。楚思，你这是作甚？夫君，你回来的正好。看看这2位，一个温婉，一个灵动，配你正合适。你要给别的女子给我生孩子，你为何不能？夫君早已弱冠，
身为傅家唯一的男丁，纳妾本就是正常事。我也只是想替夫君分忧。楚色，你真是要气死我！傅怀，你越是在意，就越是逃不出我的掌心。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夫人，您今日把国公爷气成那样，万一他真不来了，岂不是便宜了沈姨娘？笑着世间男子多可悲，不允许他们找起莫楚时，他们便按耐不住；可主动给他们纳妾了，他们又不高兴，既要又要，着实犯贱。那国公爷现下在何处？他在想方设法讨好我呢。男人这种东西，只有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路过醇香楼，给你带了份烧鸭，还有翠玉坊刚拍下的美玉。夫君不是在生气吗？何必如此费心？瑟瑟，我不需要那些女子，我只要你心里有我。夫君说这些，我哪敢信？沈妹妹那是生死之交，我只是个错嫁进来的小姨子。傅怀，你太喜欢被女子追捧的感觉了。一旦我表现出一点不在乎，你就会像条闻到骨头香味的狗一样凑过来。征服欲才是你所谓的真爱，我会一直吊着你，直到你走进我为你亲手挖掘的坟墓。瑟瑟，是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你别再胡思乱想了，好不好？乖。过多少流年，才会有一次擦肩。铭记许愿，菩提树下有间，愿可卷指尖。国公爷，有刺客！干扰！楚色，夫人，别怕，躲在我身后。瑟瑟，躲开！夫人，你……夫君，你没事就好。多亏了你送我的簪子，好生锋利啊！夫人如此柔弱，却又如此刚毅，不愧是我傅怀的妻。傅怀，惊讶吗？这只是我3岁时就玩剩下的，接下来我要让你亲耳听听，你这位贤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坏种。瑟瑟，方才那一招反手刺，当真是利落。我竟从未见过有女子能如此临危不乱。夫君为何这般诧异？
我从前便说过，我可不是什么弱女子。我3岁那年就用簪子戳瞎了隔壁公子的眼睛，谁让他偷窥娘亲沐浴？5岁那年，我一把火烧了那金玉戏园，只因我亲眼瞧见他们暗地里买卖孩童。哦，还有呢？10岁那年，御史家的那个孙子当街调戏阿姐，我也没饶了他，悄悄带人废了他的腿。那老匹夫平日在朝堂上嘴巴最毒，我早就想教训他家后败了，没想到竟是我的四色先动了手。夫君，你说我做的对不对？夫人所做之事皆是正义之举，为夫诧异的是，夫人这般皮囊下竟藏着这样一副侠肝义胆。因为我在意之人，谁也不能欺负。若有人敢伤你一分，我定要他百倍偿还。这么说来，我也是夫人的在意之人。傅怀，你果然自负。只要我给你戴上一顶正义的高帽子，你便会把我的狠辣当成情趣。这世上能让男人死心塌地的，从来不是真心，而是那该死的探索欲和他们引以为傲的征服感。夫君，快让我下马吧，沈妹妹来了呢。你是正妻，何须逼他？沈妹妹与夫君情深，我不想让她伤心。你受伤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妹妹，夫君是为了保护我，这才被刺客所伤。都怪我，不该非要去法华寺，害得夫君受苦。将军，你可知他的为人？他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良善，他3岁就敢伤人，有时烧过细云子。沈如，你想作甚？夫人方才已经将过往皆告知于我，他那是嫉恶如仇，是真性情。将军，你被他蒙蔽了，他就是个坏种。沈妹妹，有什么话回府再说吧。夫君身上有伤，还是先入府上药要紧。你莫要胡闹了。夫君，你疼不疼？都是我不好。不疼，只要你没事就好。沈如，这就是你自以为是的深情。在男人的自尊和新鲜感面前，你那些战火里的旧情，连路边的尘土都不如。贱人，你装什么柔情似水？你本就是坏种。将军，你难道要被这个虚伪的女人骗一辈子吗？沈如，你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辱骂主母！主母她也配？她3岁伤人，5岁纵火，她骨子里流的都是黑水。够了，休要再胡闹！夫人已替你求情，你还不快退下！傅怀，你竟然为了这个认识几天的女人打我！沈妹妹，
有什么事回府再说。你如此做派，会让夫君很难做。哪怕你再恨我，也得顾全夫君的名声呀。老夫人，你要相信我，这个主子他真的……你看看你宠坏的人，不敬主母，也擅妒成性。婆母莫要动怒，伤了身子可就不划算了。沈妹妹出身乡野，不懂规矩也是有的，且让夫君前去劝说一番，家和万事兴嘛。还是心腹识大体。沈如，这就是你所谓的大女子，在权力与自负面前，你那点旧情不过是廉价的累赘。将军的巴掌，婆母的嫌恶，这滋味，阿姐前世受了2年，这一世我要你用命来还。上一个人，我们都没有错，只是不能一直陪着你走到最后。夫人，你这是怎么了？快，请郎中把脉。是，奴婢这就去请郎中。怎么样？还难受吗？快靠好，别累着。恭喜国公爷，夫人有喜了。夫人，你真是我的福星，我要当爹了。夫君，你我大婚不久，我便怀上了，这个孩子来的可真及时。不过，为了咱们孩子的安稳，这个消息暂且保密吧。等足了3月，再公布喜讯也不迟。都听夫人的，这些日子你只管好生歇着。谁若敢来扰你清静，我定不饶他。傅怀，你瞧，你多容易被满足，一个假胎就能让你把我当成神明供着。你越是期待，等这胎滑掉的时候，你就越是疯狂。将军呢？今日为何还不来看我？我的旧疾又犯了，他不知道吗？将军说夫人的身子需要静养，他要守着夫人。臭厮，你到底对他下了什么迷魂药？沈姨娘省省心吧，咱们夫人如今可贵重着呢，将军连重话都不敢说一句。贵重？我随他在边关杀敌的时候，他还在深闺绣花，我绝不相信他会真的忘了我。沈如，鱼儿上钩了，接下来就看你这根鞭子够不够狠了。楚氏，这簪子，你凭什么戴它？沈妹妹觉得我戴着簪子好看吗？夫君说这簪子唯有正妻才配得上，妹妹那只旧的，不如折了吧。那是将军送我的定情信物，你这贱人，你竟敢！沈妹妹，你是不是很生气？只有你知晓我的真面目，可夫君却以为我心地善良。你心心念念的郎君，如今每晚都喜欢搂着我睡。楚氏，你这个贱人！救救夫人吧！夫人她还怀着您的骨肉呢！夫人！将军，不对，我并不知道他有孕。不对，他是在装，他在陷害我。夫人落红了，来人呐！
这个毒妇绑了！我要他给我的孩儿偿命！沈如，这一边换你右手的筋脉，再换你这条命，这买卖我赢了。国公爷，夫人落红太甚，那一边又伤了气脉，这孩子没保住。夫君，对不起，是我没护好咱们的第一个孩子。不怪你，是那个毒妇，我要他偿命！将军，他真的是装的，那一鞭子根本没实力，是他自己跳下去的。事到如今，你还要污蔑他？你可知他为了保住孩子，流了多少血？你最引以为傲的便是这身武艺。既然你用这只手伤了我的孩子，那这只手便不配再提鞭。夫君，沈妹妹她……往后没这个妹妹了。她既然想留在国公府赎罪，我便留她一条残命。夫君为了我，竟做到如此地步。夫人，二小姐那边闹着要绝食，非周公子不嫁呢。周家纨绔，风流成性，最爱折磨女子。既然他前世怨我阿姐断了他的良缘，这一世我便送他一份大礼。沈如，右手只是利息，傅家的人谁也别想干干净净的走出这片泥。二丫头，你这是怎么了？妹妹莫不是坏了肚子？快传太医瞧瞧。回禀娘娘，二小姐已有了1个多月的身孕。傅家的门风都被你丢尽了。兄长，我与周公子是两情相悦，他会对我负责的。你若要伤我孩儿，就先杀了我。夫君，事已至此，只能让二妹妹出阁了，否则傅家与德妃娘娘皆会脸上无光。况且，二妹妹的肚子也等不及了呀。那周纨绔是什么货色，你不知道吗？嫁过去，她这辈子就毁了。可妹妹如今一心只有真爱，咱们拦着，反倒成了仇人。不如成全了她，也全了国公府的体面。夫人，您送去周府的那几个美人，周公子现在正受用呢。周家那位可是出了名的好色暴举，妹妹既然想要上一世那般的高价，我便让她看看，没有阿姐替她遮风挡雨，她的真爱到底有多重。傅小妹，前世你占了阿姐的嫁妆，
还口口声声说他毁了你的幸福。这一世，我亲手送你进这个坟墓，好好享受吧，你的地狱生活才刚刚开始。娘，那周家当真不是人待的地方，那个纨绔他竟然……行了，大好的日子，哭丧着脸给谁看？你自己选的路，便是跪着也要走完。二妹妹这是怎么了？可是周公子不心疼你？我也没法子，当初可是妹妹自己说非周公子不嫁的。你早就知道是不是？你送那几个妖精进周家。妹妹这话说的，我也是怕周公子冷落了你，才寻几个人替你。国公赋予德妃的宠爱，从来都是明码标价的。你没了利用价值，又丢了颜面，谁还会拿你当宝？阿姐，人要直面自己的恐惧，如此才能真正克服。瑟瑟，我有了。温生待我极好，婆母也和善。二妹，若不是你，阿姐过得好，我就放心了。温生那样和睦的后宅，确实最适合阿姐。你阿姐似是对我有意见。夫君多虑了，阿姐本就是性情寡淡之人。夫人，你与温生可曾见过面？那我与温生孰更好看？夫君，你问这个作甚？姐夫的确俊美无除，可你也有过人之处。夫人展开说说，为夫哪里过人？国公爷，二殿下登门了，说有要事商超。夫君忙正事要紧。去吧，傅怀，去和你的二殿下商量怎么谋反，然后亲手把你的全家送上断头台。姑一直好奇，翠娘背后那个屡次送来关键情报，助姑化险唯一的高人是谁？竟没想到是国公府的傅夫人。殿下谬赞了，楚家曾受殿下厚恩，臣妾此举不过是替父亲尽忠。姑喊你楚二，而并非傅夫人，你可知为何？大抵是因为殿下知道那身份困不住我。楚儿，你可知你在说什么？殿下将来御其地位之后，可否让女子有资格袭爵？譬如夫死妻成。哼，自古女子婚嫁之后，皆是相夫教子。楚二竟生了这般特立独行的心思，为何？还能为何？因为太无聊了。那些后宅掌家权男人的恩宠，我都看厌了。世间能让我兴奋之事，唯余下这份可以掌控生杀的权势了。姑喜欢有野心的同谋，但傅怀是二皇子党的死忠，你要如何助姑？他那点饲养府兵的底细，还有蛮夷那边的牵扯，我自会一点点拨出来，送到殿下面前。殿下只需稳坐东宫，静候佳音。楚儿，你让姑很是期待，也希望太子殿下莫要辜负了我的期待。主子，咱们真的要帮太子夺位？傅怀想靠谋反上位，我便让他在这场反局里粉身碎骨。这大好的江山，他做不得，我也未必不能摸一摸那权柄。傅怀，你以为给我一份宠爱就是赏赐？我要的是你傅家祖祖辈辈守着的这块金字招牌，彻底改姓楚。表兄，如今父皇龙体欠安，太子那边动作频频，若想成事，那500府兵远远不够，招兵买马，打点各路，处处都要银子。殿下放心，傅家定会鼎力相助，只是府中账面上的流动银钱确实有些捉襟见肘。傅怀，你果然忍不住了。既然你想玩火，我便送你一桶热油。
我知你近日为朝中之事烦扰，我外祖家乃天下首富，我最不缺的就是银子了。夫君，我的东西也属于你，你且拿去用吧。无论你想做什么，瑟斯都定会站在你身侧。夫人，你可知这些钱能做成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夫人，我定不负你，将来也一定会加倍补偿你。待到大业成时，你便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女子。瑟瑟不求尊贵，只求夫君能一展宏图，加倍补偿。傅怀，你最大的补偿就是带着你傅家满门的罪名去死。本朝府兵过千便是谋逆，既然你这么喜欢招兵买马，我就帮你把这谋逆的罪名做得扎扎实实。翠娘，给太子送信，大鱼彻底尽网了。琴声下小该忘的忘不掉，红尘留住我脸上。如儿，将军，如儿右手废了，还有左手，只要如儿能拿得起剑，便能如从前那般护在将军左右。我与将军的交情，又岂是你这种内宅女子可比的？且不说我只是害你失去了一个孩子，便是我真的杀了你，将军也不会将我如何。怎么，沈姨娘的右手废了，你还想废掉左手？你害我废了右手，我定会折断你的四肢。将军现在被你蒙蔽，可他心底最重的人始终是我，只要能弄死你，哪怕被他咽气，我也认了。沈如，你所谓的大女子，就是在这后宅里像个疯子一样求个男人的回眸，你真可悲。夫君放心，沈姨娘并未为难于我，后宅一切安宁，夫君安心做你想做的事即可。沈妹妹左手舞剑的样子当真英气，连妾身见了有心动，难怪夫君会惦念。只要夫君欢喜，妾身受点委屈又算什么？得其如此，夫复何求？沈如她，当真是不知好歹。沈如，傅怀对你的最后一点情分，被他自己对我的愧疚亲手杀死了。接下来，该揭开你那蛮夷公主的真面目了。贱人，你私会情郎，这次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刚才明明有个青衣男子进了这间房。夫君，不是你邀我来此喝茶吗？你看，你还专门写了手签。夫人，这的确是我的字迹，但并非我亲手所写。夫人，你中圈套了。难怪不久之前有个青衣男子非要见我，幸好被我打发了。若非妾身留了个心眼，此时怕是……实在太险了，国公爷可得查清楚呀！幸好夫人保留了手签，不然当真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不是我，那字迹一定是他自己临摹的。将军，不是我。将军，他是坏种，他什么都做得出来。沈如，我竟没想到你会卑劣至此。夫人她心性纯良，不如你老练狡猾。你千不该万不该，当真不该用夫人的名节做文章。纯良，傅怀，你竟然说他纯良，你真是瞎了眼！将军，你被这个贱人耍得团团转。沈如，你太令我失望了，需要再用你那些下三滥的手段挑拨我们夫妻的感情。夫君，别生气了，沈妹妹也是太爱你了。你们是夫妻，那我又算什么？好得很，你一定会后悔的。沈如，前世你用这一招逼死了阿锦，这一世
我让你亲手斩断你与傅怀最后的纽带。去吧，逃离这里，去拥抱你那蛮夷公主的命运，然后等着我来收割。杀光所有流寇，一个不留！楚儿，你可真让姑吃惊，姑竟不知你还有这等百步穿杨的本事。殿下见微知章，这辈子还无人见过我这副模样。若非殿下身处险境，我这底牌还想多藏几年。殿下，这位是我舅舅长子沈家大郎，他不喜从商，倒是从小习武。今日殿下能及时获救，全靠表兄行动迅速。沈家听凭太子调遣。待姑成就大业，你可愿意站在姑的身侧，与姑一同共享荣华富贵？届时再说吧。殿下，今日我身后跟着一只耗子，估计马上就要找上门了。殿下还是先走吧。沈如，你想借刘匪之手除掉太子，可惜了，你不仅丢了太子的命，还送了我沈家一个泼天的功勋。接下来的国公府，该是血流成河了。你除了一张脸，拿什么跟我比？我才是真正的大女子，我身负两国皆运，而你不过是傅怀胯下求欢的玩物。你竟是蛮夷公主，你害死我儿了！沈如，你所谓的大女子，就是为了一个男子，不惜灭掉10万将士的性命。5年前傅怀被掳，并非他死里逃生，而是你与他谈成了条件吧？傅怀早已通敌叛国，他所谓的军功，只不过是蛮夷配合他演的一出戏，仅为了他回到京都城，继续替蛮夷卖命。是又如何？傅怀现在只能跟着我走，他所有的罪证都在我手里。沈如，你真可怜，你以为你掌控了他，其实你只是毁了他。一个大女子竟活成了自己最厌恶的情爱囚服，原来你早有准备，我就知道你绝非表面那么简单。不过我今日一定会亲手拿下你，再折断你的四肢，将你扔去乞丐窝，受尽凌辱。沈如，这里是京都，玩打打杀杀，你还得再练几年。傅怀快到了，沈如，我要让你在那个人面前亲手毁掉你们最后的温存。通敌叛国，这一道枷锁足够让傅家祖宗18代在九泉之下不得安歇。住手！别伤我妻！傅怀，你负了我！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只顾着这个贱人，你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啊！他根本不曾心悦过你，你也从不了解他。夫人。傅怀，你爹能陪着我一起去死，我得不到的人，我自是会毁了。傅怀，
可曾有过一瞬间对我动过真心？不曾爱过。表妹，太子让我火速赶来，太子殿下赢了。表兄，不出意外，太子很快就会登基，这傅家的罪孽也该由他自己带去地府了。傅怀，你折返救我，是因为你爱我，还是因为你不能接受你唯一的尊严被沈如践踏？不重要了，这国公府的匾额今日便要摘了。为何死的人不是你？我儿一走，这国公府如何是好啊？婆母，德妃也死了，二皇子造反失败，现已是阶下囚。更要命的是，沈如乃蛮夷公主，她早就勾结了夫君，还说服夫君当了细作。不可能！你儿子的命换了10万将士的血，你觉得这国公府还保得住吗？儿媳妇啊，你父亲与太子有交情，你且去说说情，让皇上饶过咱们孤儿寡母吧。表兄，命人把这府里里外外刷干净，我嫌这血味脏了我的鞋。主子，老夫人和小姑子都被关起来了，太子不，新帝已经进宫主持大局了。我讨厌血腥味，这味道总让我忍不住想干坏事。傅家倒了，但我楚思的路才刚刚开始。嫂嫂救我！嫂嫂救我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嫂嫂做一切皆是为了我好，我不该有眼无珠。哟，嫂嫂刚死了丈夫，瞧着倒不显憔悴，甚是娇俏呢。这日后，不如让妹夫好好疼疼你。哼，我只是看不惯对女子动手的混账东西。嫂嫂才是真心实意为了我好，我本该高价的。嫂嫂，你一定有法子重新来过，你帮我改命吧。改命？前世阿姐为你改了命，你却恩将仇报，这一世你还是在这地狱里好生待着吧。既然要回傅家，那就接受傅家该担的罪责吧。主子，这些证据一旦呈上去，你也会受牵连的。旁人都以为我死定了，毕竟我是傅怀的妻。可鲜少有人知晓，我与新帝早就联盟。傅怀，你通敌叛国，我为你大义灭亲。这国公府该换个主人了。楚儿，有你提供的消息，朕不仅顺利遇吉，还一举抓获了潜伏在京都城的蛮夷暗桩。你是朕的大功臣，你想要何赏赐？臣妾不求金银，不求虚名。任何要求，朕都可以答应你。朕在东宫时，除了一位太子妃，身边再无旁人。朕会封你为妃，保你一世荣华。皇上可还记得，你我第一次在雅间见面时，我提出过的要求？你要什么？皇上，不如将国公府赏给我吧，我要当女国公。你要当女国公？夫王7成，有何不可？你可知，这在朝堂上会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傅家犯的是谋逆罪，按律当满门抄斩，但立功的是我，不是傅怀。我要成的不是傅家的爵，而是皇上对楚色的认可。
楚儿，不愧是你，好，朕依你。克夫之女竟然还成了爵位，真是滑天下之大笑。听闻她与皇上在那御书房待了整整半日，这指定是靠什么得来的？主子，这些人嘴太脏了，要不要随他们说去？只有无能之人才只会动嘴皮子。瑟瑟，本朝从未有过女国姑，也不曾有过夫王7成的先例呀。为父听存，2位御史大人每日皆会上书弹劾你。你若是入了宫，好歹有皇上护着。如今你一个人立在这风口浪尖，何苦来哉？爹，总要有人开创先例。那些御史若是想弹劾，便让他们弹吧。我儿能有什么错？我儿可是功臣。主子，阿姐差人送信来，说外面传您迟早会入宫。这女国公只是皇上哄您的血吗？新帝想用流言水语逼我就范，那些官员想用纲常名利将我溺死。既然你们都想玩，那我便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纠察百官。楚儿，别拒绝朕，可好？我若想拒绝，今日便不会入宫。楚儿，朕会封你为妃，有朕在，无人敢知会你的身份。皇上，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这是礼部尚书探墨的账目，还有兵部书来的外事。皇上才刚登基不久，如今朝中百废待兴，我想设立一处监督衙门，仅需服从皇上调遣。这个衙门就叫纠察司，监察百官，先斩后奏。楚儿，你想要这个权利？我能给皇上提供的东西，可远不止鱼水之欢。只要皇上给臣妾这个位置，臣妾便欠皇上最锋利的刀。新帝，你以为你得到了我，其实是我得到了整个朝堂。这天底下就没有我纠察司查不到的事。主子，方才2位御史大人在宫门外见了您，掉头就走，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大概是因为我知道张御史的长子不能生育，而罗御史对身边的贴身咬丝甚是关照吧。今晚就别出宫了，可好？朕总觉得这后宫离了你，索然无味。皇上，臣今日还有要事，下回再与你分享趣事。楚儿，你为何与旁人不同？那些世家女子巴不得成为朕的嫔妃。大抵是因为我受不了太无聊的日子，也不喜欢与后宫的女子斗来斗去，我担心会将她们统统弄死了。主子，助孕汤，趁热喝了。君臣不靠谱，情人更不靠谱，唯有血缘才是最深的牵绊。这大夏朝的江山，
我陪你打下，也得由我的儿子来接手。这才是我这坏种想要玩的终极游戏。恭喜国公大人，脉象如关珠走盘，此乃华脉，您已有了1个月的身孕。赏，主子，这下好了，有了这个孩子，皇上定会封您为贵妃，甚至贵妃，君臣不靠谱，情人更不靠谱，唯有血缘才是最深的牵绊。但这孩子绝不能生在后宫那座金丝笼里。楚儿，朕已命礼部拟旨，封你为宸妃，赐居凤嫂宫，朕要让咱们的孩子一落地便是这世间最尊贵的皇子。皇上，臣妾今日来是想请皇上收回成命。为何？你还要这般名不正言不顺的住在宫外？皇上，纠察司的首领若进了后宫，您的眼耳可就聋了。利刃不可入鞘，入鞘便会生锈。臣妾是皇上最锋利的刀，刀该在百官的脖子上悬着，而不是在后宫的脂粉堆里烂掉。可朕想日日见到你。皇上若想见臣妾，臣妾随时可入宫，但宸妃这2个字会杀了我。皇上是想要一个唯唯诺诺的妃子，还是一个能为您镇守朝堂、铲除异己的女国公？我能给皇上提供的东西可远不止鱼水之欢，只要我有权，咱们的孩子将来承袭的便不只是一个虚名，而是这万里江山。但你必须保证，这孩子只能认朕一个父亲。臣妾领旨。父亲，皇上，您想的太简单了。这孩子他首先得姓楚。二妹，你看，他长得真像温生。若不是你前世替我报了仇，今生又换了婚，这孩子哪有机会降世？他很干净，阿姐，你报的是安稳，在这温家后宅，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血了。可你骂我是坏种，是妖孽。阿姐，我握的是杀孽，我若不狠，这京城便没咱们楚家的立足之地。前世我在这宅子里活活无聊死，这一世我便要让那些让我无聊的人通通去死。二妹，你现在有了身孕，何必再操劳那些阴鬼之事？正因为有了他，我才要握住这天下最高的权。我要让他落地那天，脚下踩的是累累白骨，头顶看的是万里江山。阿姐，善良是你的福气，而残忍是我的武器。楚氏，你以女子之身窃据高位，纠察百官，弄得京城人心惶惶。我等今日已联名上书，集体罢官。若皇上不撤了你这制旨，我等便撞死在这石柱上。撞柱，御史大人好志气，不过死也得死个明白。大人刚才说要告老还乡，正好，这份是你长子侵占均田的证据，那份是你次子强纳民女的供词。你竟敢暗中调查朝廷命官！既然想告老还乡，那便带上这枷锁，走得更远些。沈大，带人去抄了这3家，男丁入狱，女眷充公，一个也不许放过。遵命。主子，这么做，皇上那边……哼，他现在需要我这把刀，刀不沾血，怎么立威？百官抗议，我便杀到没人敢出声。这大夏朝的先例，我楚司开定了。表妹，按你的吩咐，沈家3600家商号，上至掌柜，下至走夫，皆已入网。如今江南的粮价，塞外的马市，
甚至京城哪位大人昨晚多喝了一口酒，半个时辰内都能送到纠察司。权力不只是生杀予夺，更是对每一个角落的了如指掌。传令下去，6部尚书的一举一动，我都要在饭前看到。我要让他们觉得这京城的天不是姓李，而是姓楚。皇上，这江南赈灾的账目，臣还没核算清楚。可女国公那边竟然已经把贪墨的名单和银钱去向呈上来了，臣这户部倒像是给他纠察司跑腿的了。朕的刀长了他自己的眼睛。楚儿，你给朕的究竟是江山，还是你亲手织就的囚笼？新帝，你以为你是执旗人，其实你才是我棋盘上最重要的那颗棋子。傅怀死得太早，你们正好去陪他叙旧。临走前告诉他，他饲养的那些兵马，现在都姓楚了。前世你们纵容傅怀欺凌弱女，今生又想行刺于我。在这京城，只要我楚四不想死，阎王爷也带不走我。午时已到，斩！孩子，你听到了吗？这就是权力的声音。生来非善，那便坏个彻底。只有让所有人怕你，你才能在这世上活得随心所欲。新帝的忌惮快藏不住了，接下来的游戏得换个玩法了。楚儿，纠察司近来辛苦，朕想着你身怀6甲，不宜太过操劳。朕拨了兵部周侍郎去当副使，替你分担些琐事，如何？皇上，这把刀太快，您怕握不住吗？朕是疼惜你。替我分担，我看是想替皇上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吧。主子，这周侍郎可是皇上的前点旧臣，动了他，怕是会伤了和气。和气，这天下最没用的就是和气。传信给表兄，周侍郎老家那几个开过亲戚可以动一动了。我要让他在这纠察司待不满3天，就得去阎王爷那儿报到。遵命。新帝，你想往我的刀里掺沙子，那我便连你的手一起剁下来。出事！我是皇上钦派的副使，你竟敢私自扣押我！我要见皇上！周大人，你贪墨赈灾款3万两，证据确凿。这纠察司的规矩，不收废人，只收死人。
启奏皇上，周侍郎名为副使，实则中饱私囊，坏了纠察司的名声。臣妾已代皇上监斩，以肃朝纲。好，楚青杀得好。主子，皇上刚才的脸色太难看了。男人的新鲜感果然比草纸还薄。他想当主子，我也想当主子。在这京城，主子只能有一个。皇上，这只是个警告，若您再想安插人进来，下次呈上来的恐怕就不是侍郎的人头了。主子，宫里传出消息，皇上这几日秘密召见了礼部，说是要在下个月举行选秀。皇上这是何意？表妹你还没生，他就急着物色新人，我看他是不想好了。急什么？他不是在物色新人，他是在物色新的刀鞘，想把他的心从我这把快刀上挪开。皇上，这几位都是各家名门之后，性情温良，不似外界那位那般咄咄逼人。朕知道，朕只是觉得这后宫太冷清了，是该多些听话的人。楚儿，你杀了朕的亲信，架空了朕的6部，朕倒要看看，等这宫里满是温柔乡士，你那纠察司的冷御令还握不握得住？男人的新鲜感果然比草纸还薄。2个月前还说要与我共享江山，如今便怕我怕的要找一堆女人来给自己壮胆。主子，皇上这么做，咱们的孩子将来……他生下来首先是我楚家的种，至于皇宫里的那些莺莺燕燕，不过是给这枯燥的日子平添些血色罢了。既然皇上想选秀，那我便送他们一份大礼，让他们知道，这京城的天到底是谁在管。孩子，快出来吧，娘亲已经为你打扫好了这片江山，用那些女人的红妆和男人的官服，为你铺一条通往皇位的路。国公大人饶命，罪臣愿献出所有家产。吵死了，吵下去，割了舌头。主子，羊水破了，咱们快回府吧。不回，我就要让他生在这里，生在大夏朝最有权势的地方，听着这些贪官污吏的惨叫声出生。大人，用力，头已经出来了。孩子，头已出来，你看清楚了，外面跪着的大人都是你未来的奴隶。朕的皇子，朕要给他起名承宗，立为太子。皇上，这孩子生在纠察司，长在楚家，他叫楚天吉。你让他从母姓可是朕的血脉。天极者，权之巅峰也。皇上，您是想让他顶着个有名无实的皇子头衔在后宫里斗，还是想让他顶着这个名字接手这万里江山？孩子，娘亲送你的第一份满月礼，就是这整个天下的敬畏。李氏的江山，楚氏的种，这场游戏最终的赢家只能是我。皇上，那孩子毕竟是皇室血脉，流落在宫外由一个外臣抚养，成何体统？若让他长在纠察司那种血腥之地，将来怕是要成个杀人魔王。楚二那性子，怕是不会轻易答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是臣，皇上是君，臣子的孩子入宫由母婴天下的皇后教养，是他天大的福分。传朕旨意，纠察司首领但遇皇子有功，即刻接皇子入宫，封为睿王，由皇后亲自抚养。女国公请留步，皇上有旨。滚开！挡我者死。
楚氏，你放肆！怀抱皇子，竟见价不贵！皇子，这世上只有我的儿子楚天吉，没有什么瑞王。楚儿，这也是为了孩子好，后宫安稳，有明示。后宫那是养猪的地方，养不出我的种。皇上，您想让他在这金丝笼里学那些蝇营狗灶的平衡之道，还是想让他跟着我觉得世道里当头狼？你竟敢对皇上出言不逊，拿下！我的种，只有我能教他如何当狼，我便让这大夏朝的皇位今日就换个人坐。孩子，记住这种感觉，只有当你比所有人都狠的时候，他们才会跪在你脚下，承认你定的规矩。从今天起，这皇城就是我们的猎场。楚氏，你擅闯后宫，当真以为皇上宠你，你便可以无法无天了？娘娘，这佛像救不了您的母家，臣妾今日来是想送娘娘一份生礼。5年前，傅怀通敌卖国，10万将士被活埋，可傅怀一介武夫，若无人在京中接应，伪造粮草文书，他怎能瞒天过海？皇后的父兄竟然参与了当年的通敌案！楚儿，你知不知道这折子一旦批下去，朕的后位便悬空了，朝堂会大乱！皇上，大乱之后方有大治，这大夏朝的江山容不下一窝叛国之贼。你这是在逼朕废后，就为了那个孩子？娘娘这后宫太寂寞，臣妾是疼惜她，想为她寻个清静地儿。您若舍不得皇后，那10万将士的冤魂，怕是今晚就要入皇上的梦了。夜烛光，无人欣赏。楚思，你赢了，可你这样的坏种，迟早会遭天谴的。天谴？前世我在这深闺里枯坐一生，那才是天谴。娘娘，这后宫太寂寞，您还是常伴青灯吧。您的瑞王梦碎了，但我楚天吉的天下才刚开始。后宫已静，百官已聚。傅怀，你看到了吗？你费尽心机想要的东西，我现在唾手可得。蛮夷不足，竟敢趁朕心政不稳卷土重来！朕乃大夏之主，定要亲征塞外，一雪前耻！皇上，万金之躯不可轻视险地，朝中尚需皇上坐镇啊！朝中不是还有女国公吗？纠察司既然能监察百官，定也能带朕看好这京城门户。皇上想当英雄，臣妾便成全您的英明。皇上亲征，定能士气大振。微臣愿留守京城，为皇上守好后路。皇上想借兵权来压我，那我就让他知道，没有我沈家的粮草和情报，他那所谓的亲征，不过是去给蛮族送礼。表妹，沈家在边关的伤号已全部待命，只是若皇上真的出了事，朝堂那边你压得住吗？压？为什么要压？只有他倒下了，我的孩子才是这江山唯一的继承人。传信给边关的暗桩，皇上的行踪每隔1个时辰必报我知。楚青，待朕凯旋之日，便是咱们孩子封潜之时，你可要好生等着朕。臣妾定会守好这京城，静候佳音。主子，真的要让他去送死吗？死？太便宜他了！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他引以为傲的江山如何一点点被我这坏种蚕食殆尽。傅怀死在我的手机里，沈如死在我的局中，皇上，您又会死在谁的野心之下呢？大夏皇帝，你的援军在哪里？你的女国公怕是早就等在京城改朝换代了吧？楚儿，你当真如此狠心？沈家军听令，煽动皇上者，挫骨扬灰，杀！
皇上，臣妾接您回京。皇上想当英雄，英明已经成全了。接下来这大夏的残局，该由臣妾来收拾了。传令三军，皇上受创，即日起由本宫总领前线战事。皇上，这天下终究是强者的，您握不住的刀，我替您握；您守不住的位，我替您守。这里记的是一介女子，且腰间挂着天子。怎么，皇上凯旋，众卿不贵，却在交头接耳，是想进纠察司的大牢叙旧吗？臣等恭迎圣驾，恭祝女国公救驾大捷。朕蒙难落虎坡，赖女国公处士舍命相救，平定叛乱。即日起，封处士为大夏摄政女国公，赐紫金令，凡军政大务，皆由其先行裁夺。楚青，朕的江山交到你手里了，你可千万别让朕失望。皇上放心，臣妾定会替皇上杀出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孩子，看清楚了吗？你父亲守不住的，我都拿到了。从今往后，这宫里的一砖一瓦都得听你的。主子，这摄政之名，怕是会让您成为天下的靶子。靶子？若我不在这高位，我便是那任人宰割的鱼肉。在这京城，只要我想，我这坏种名头便能成为百官的催命分。前世我困于内宅，看天只有巴掌大。这一世，我要让这天跟着我的心意走。傅怀、沈如、老夫人，你们都化作了这江山下的泥土，而我已经登顶。初儿，朕方才在睡梦中，恍惚听到了前殿有钟鸣声，可是出了什么大事？皇上听差了，不过是几个不安分的老臣在纠察司里说错了话，惊动了些许动静。臣妾已经替皇上安抚好了。安抚好，便好。这现在只有你能信了。昨日弹劾我干政的那3位御史，可都处理干净了？回摄政宫，一个不留。甚好。告诉百官，皇上需要敬仰。以后这大殿上的空气，若没我的准许，都不许大声传。初儿，朕的江山，你当真要让天举姓楚吗？皇上，姓李不过是个代号，这江山姓李还是姓楚，只要握在咱们儿子手里，不都是一样的吗？皇上，该吃药了。吃完这碗，咱们一家3口便能长长久久地守着这盛世繁华。傅怀死在他最得意的战功里，沈如死在他最卑微的深情里，而你，皇上，您将死在您给我的这份权力之中。真正的坏种从不求被人理解，我只要这天下只剩我一个人的声音。好命嫁妆，好命嫁妆。主子，这地方安杂，您何必亲自过来？我不来，他怎么能知道这一场大梦到底碎成了什么样？嫂嫂，你是好心肠的嫂嫂，你救救我！周家那个畜生打我，他把我的孩子踢没了！你快带我回宫府，我要告假，我要当一品夫人！看清楚了吗？你的哥哥傅怀通敌卖国，死无全尸。你的娘亲老夫人在牢里哭瞎了眼，正等着秋后问斩。不，你在骗我，哥哥是战神，我是国公府嫡亲的小姐。看清楚这个，这是大夏的摄王权柄，你哥哥守不住的，我都拿到了。哼，你前世欠阿姐的这事实，我要你用脑子里的清醒一点点还回来。楚思，你是那个坏国种，你为什么没死？为什么这一世变了？变了，是因为我够坏。阿姐对你慈悲，你却怨她断你良缘；我对你残忍，你却只能在这烂泥里求我多看你一眼。我错了，嫂嫂，我错了，你杀了我吧！杀你？太无趣了！
我要让你活着在这京城最底层的暗长巷里，听着别人怎么议论我这位权倾天下的女国公，看着我是如何让楚家万事昌荣。傅小妹，你要长长久久的活着，去感受你那所谓的真爱带给你的每一点折磨。傅家至此彻底死绝了。接下来就是这1000年的礼法和那座即将崩塌的皇权。摄政公，女子袭爵入室，乃是乱了纲常，动了国本啊！若此法一开，大夏1000年礼法将毁于一旦。臣等纵是死，也绝不敢领命。动了国本，大人的国本是那几本枯燥的圣贤书，还是大人们胯下那点可笑的尊严？傅怀是男子，他通敌卖国；沈如是女子，她能潜伏京城5年，可见这终结才干与男女何干？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岂能说改就改？大人，规矩是人定的，现在我是定规矩的人。从今日起，凡大夏女子有才者可入考，有功者可袭爵。臣遵旨。谁若不服，纠察司的大门常打开，大人们可以去那里慢慢跟老祖宗叙旧。摄政公明明，臣等遵旨。主子，您这一笔下去，这天底下的女子怕是都要给您供长生牌位了。长生牌位，我不在乎，我只是受不了这世道太无聊，也受不了那些平庸的男人，占着位子却只会狂吠。我要这天下从此多些能跟我对弈的人。规矩碎了，枷锁断了，接下来该去送我那好父亲最后一程，也送走这大夏朝最后的旧梦了。瑟瑟，你爹他一直在等你。爹，瑟瑟回来了。您看，这京城再没人敢弹劾咱们家了。2位御史我都送走了，您怎么？瑟瑟，你3岁那年戳瞎那小公子的眼，爹其实偷偷在书房给你叫了好。爹，你那时候不是骂我孽障吗？那是只给外人看的。不骂你怎么护得住你？爹其实一直都知道，瑟瑟不是坏种，瑟瑟只是太过爱恨分明。这几年你杀伐果断，开女子入室之先河，旁人给这天下的弱女子杀出一条生路。瑟瑟，你记住，你不是坏种，你是楚家的魂，有你在，楚家便万事不倒。翠娘，奴婢在。传令纠察司，自今日起举国致哀，百官若有敢在丧期奏乐者，斩。爹，您看好了，我是楚家的魂，我也会是这大夏朝的魂。生来非善，那便坏给这苍生看。您的女儿定会站在那最高处，让万民俯首。那必兰，朕要你旨，别。楚天机心术不正，随其母姓，断不可成大统。这样废了他，传位给宗室睿亲王。皇上，宫门已被沈家军围了，奴才出不去啊！楚儿，你这个毒妇，朕后悔当初没在法华寺杀了你。皇上，这江山姓楚还是邻里，都在我一念之间。当初你我联手，你图我的财，我图你的势。如今你势已尽，财与权我便都要拿回来了。你让朕的儿子姓楚，你是要绝了朕的后。皇上忘了沈如是怎么死，傅怀是怎么死，他们都以为掌控了我，其实他们只是我登钉的踏脚石。至于你，皇上安心的走吧，你天机会成为留在史书上，按照我的意得由我来写。你这个天生的坏种！传令下去，皇上驾崩了。傅怀，皇上，你们都想要我，可惜
这天底下的男人没一个配得上我。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你们，而是你们身后的这张椅子。外面那些人可都跪好了。主子，宗室里闹得最凶的那几个亲王，昨晚已在宗人府暴毙了，剩下的都正等在大殿前候着新皇呢。很好，告诉他们，大夏的太阳升起来。新皇登基，众臣跪拜，皇太后垂帘摄政，大吉！吾皇万岁万万岁！众卿平身，从今日起，凡大夏政务，先奏哀家后入内阁，违者定同谋逆。哼，既然没人出声，那这规矩就这么定了。傅怀，你想要的是功成名就，你败了；皇上，你想要的是万世地位，你也败了。唯有我这个被你们地气恐惧的坏种，拿到了你们梦寐以求的所有。这一世，我总算是不再觉得无聊了。出事！你擅杀宗室，架空幼主，如今又设立这老母司、神谕司，你这是要遭天谴的！天谴？哀家等了这么多年，也没见老天爷落下一道雷来，倒是大人们，怕是等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大人说哀家是坏种，哀家想了想，若不坏得彻底些，岂不是辜负了大人们的一片苦心？当初你们说我是坏种，如今我便坏给你们看。沈大，按新律，这3位大人及其门生，凡参与过弹劾哀家者，全部剥夺官职，充军塞外，其嫡系子孙3代不得入仕。你这是要断了我等的根啊！你这个疯子！主子，京城里那些文人墨客，如今连提起您的名讳都要先拜3拜，这神谕司的名声算是彻底响了。名声那种东西只能用来糊弄傻子，哀家要的是畏惧，只有让他们怕到骨子里，他们才会老老实实的闭上嘴，去见哀家要的那个圣师。我这坏种总算是把这天下的污垢都清理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这万丈红尘便只有我一个人的回响。温生总说，天吉这孩子长得太像你，小小年纪，眼神里就有股子定力。二妹，看你如今这样，我这心里总算踏实了。踏实？阿姐，这宫里的地砖太硬，睡着并不舒坦。爹走后，这京城就只剩咱们姐妹俩了。阿姐，你抱的是安臀，在这温家后宅，你一辈子都不会再见血了。可我手上沾的血，这辈子也洗不干净了。二妹，你为楚家为我做的够多了，若是觉得累，便放放手。这权力就像毒药，一旦沾了，就只能一直喝下去。若我放手，外面那些被我抄家灭族的鬼魂，顷刻间就会把我们撕成碎片。阿姐，你还记得前世在温家，我瞒着温生烤的那只野兔吗？记得，那时候你还骂温生是个榆木疙瘩，连兔肉的香味都闻不出来。是啊，如今天下珍馐皆在哀家案头，可我却再也烤不出一只野兔了。阿姐，我赢了全世界，却再也没了能跟我一起吃肉的人。主子，起风了，回殿吧。回吧。神谕司那边，今晚还有几份名单要哀家亲手勾决。我是坏种，生来便该在这孤独的巅峰上看尽人间枯荣。这大好的江山，我守得住，也烂得起。
主子，天寒了，该回宫了。如今这江山稳固，天机皇上也已大婚，您总该歇歇了。歇，翠娘，哀家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歇下来。一歇下来，哀家就总能闻到钱世温那宅子里腐烂而无聊的味道。你这坏种，当真不曾爱过？处死！我会在地狱等着你。这江山终究是醒了主。大人们，看清楚了，你们守不住的名声，哀家拿到了；你们治不好的江山，哀家治好了。我是坏种，可我这坏种却护了这一世的长安。太后千岁！太后千岁！我生来就非善宅，我用这一身的杀孽换了阿姐的一世安稳，换了楚家的万代昌荣，也换了这天下女子的抬手。生来非善，却护了一世长安。我这坏种，当得如何？